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本节目由美食搭档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请文涛侦探挑选搭档，搭档一定要趣味相投，还有足够的默契，最重要的是来自同样的星球，有一样的灵魂。所以我的选择是去 Soul APP 上找到它。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功能，可以找到灵魂搭档。Yes， 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下载 Soul APP， 搜索明星大侦探，参与活动赢金条。哎呀，终于好了！快尝尝，味道怎么样？据我的电量分析，配料的均衡度有7.25%的偏差。根据我的测量，问题应该出在火力的把控上。不对，你一定是用刀的时候产生了4.5度左右的偏差导致的。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有百事吗？百事来了！美食搭配，探案必备，有百事吗？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2起凶杀案刚刚告一段，酒店内又惊现第3起命案。一声巨响后，什么声音？谁啊？谁？白衣女子的尸体在1楼的大厅中央被众人发现。随着调查，众人发现死者白衣女子就是当年的好妹妹。封闭的空间里，凶手依旧锁定在酒店内的5人当中，分别是刘经理、何经理、白门童、荣门童，以及酒店家属张水水。密道背后隐藏的非法勾当。妹妹长期受到甄霄云的骚扰，他来领养我也是一样啊！我是一个慈善家，你看我现在领养一个孩子，一个孤儿，然后拿过来做一些很肮脏的事情。连当事人都不曾知晓的神秘遗嘱，何经理，但为什么是你？我不知道。以及仍在吟唱的诡异童谣，包括我们会在听到的那首歌《小兔子乖乖》，因为每次他做这些坏事情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让玩家们陷入重重谜团。经过分析讨论，5个嫌疑人对好妹妹的杀机依次显现。2位侦探投完自己的第1票后，门外再次响起了那首诡异的童谣。我们可以出去了吗？不知道啊。哎，开了！走，开了。哎，你看那个门是开着的。
莎莎，侦探，他没在里面。你有闻到很大的烟味吗？闻到了，他们没在里面，他们没在2楼，我们就让他们一起去。侦探，小白，好像不在。张、刘、白、萨、火也不在1楼。去到侦探房间吗？哎，怎么这么安静啊？侦探，哎，又睡了。你们怎么睡了？小普，侦探，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睡了？我谁？萨动物，普动物。哒啦！哎呦！叫爸爸，叫爸爸。欧巴。咕噜咕噜。我谁？失忆了。你们欧巴，你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啊？你是谁？你是谁？那这样，跟我们走，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好朋友，跟我们走，我们去看看。骗傻子呢！你们是好人。先不管他们，就你们长这样。找别人，快跟我们来。你们是好人。去找别人。拜拜。进来喽。拜拜，怕冷还盖了被子。拜拜。拜拜。拜拜。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你们是谁啊？他也不记得了。阿爸。阿爸，你是谁？对，是帅的，是帅的，很好看。天，我怎么长得这么帅？我受不了了！这么咬着的吗？还养着呢，养着了。我是你哥哥，叫哥哥。怎么可能呢？我是你的爱人。这个有点反应，有点想起来了吗？你看，你背后的那个帅帅的就是你。怎么能这么帅呢？你是谁啊？欧巴，好恐怖，他们3个人。刘经理，画的北北怎么样了？看看北刘经理，北北还好吧？北北在。你是谁啊？你好，你们是谁啊？我是你哥哥。我是你二大爷。何经理，我们跑吧，我们把这群招伸手。你知道自己是谁吗？你谁啊？你看，叫爸爸。哎，都失忆了。哎，你是？那个，你们刚才发生什么都忘了是吗？不记得了。这是哪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负1楼。你们俩记得是吗？我们俩被关在了审讯室，我们没能下来。我们下来之后发现这里弥漫了很重的烟。你们知道刚才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他自己是甄霄云，你们记得吗？谁不记得？刚才我们在审讯室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不记得。何经理，你大概给大家讲一讲之前都发生了什么。来，是这样的，刚才就在萨动物和普动物投完票回来之后，突然响起了就是大概非常恐怖的音乐，就是那首歌，歌声刚落，一个非常凶神恶煞的男人突然踹开了审讯室的门，说他是甄霄云。是甄霄云吗？那个人？我不确定，因为他都已经成那样了，我实在是认不出来，声音我也不敢确定。然后指着我们4个说：“快给我点吃的！”就是怒吼。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跳起来往外跑，就去追他，因为他就跑了。吓得特别狠。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有点崩溃，我就怕他出事儿，我就留下看他。对。结果没想到一回来看他的时候，整个审讯室的门就被带上了。关了之后我们怎么都开不开，我们从1点到4点一直被关在里面，我们就下到负1楼来找你们，在你们各自的房间发现你们睡得非常香，而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那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下你们是谁，你是我的大弟弟，你叫刘
经理，你是这家店的总经理，你是我的二弟弟，你叫张水手，你想当一个水手。然后你呢？我慢点跟你讲，因为你智商不是特别。拜拜。我慢点跟你讲，你姓白，你是我的三弟，你是这儿的门童，你们俩是准恋人的关系。啊，你们俩是来这住店的，你叫浦动物，你叫萨动物，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对，你不要这样造我的谣，我是清白的。是的，你们俩住一个房间，然后本身你们俩在整个之前的事件当中，你们俩是特别清白的，是侦探。但现在因为你们俩一起都睡在这儿了，所以搞不清楚了。哎，朋友们，甄调查和小普他们进来的时候一直拿着箱子，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箱子好不好？这下好，本来只需要白白一个人演脑子不好使，现在每个人都要演这个，演的最好的还是萨老师，本色出演。他不但演的本色出演，且陶最享受。当当，不要啊！我就这么点秘密。走开，走开，走开！不要，走开，把他拖开！我就这么把他拖开！等我醒过来，已经是2009年12月20日。原来我在医院里昏迷了9年。我身边一直照顾我的是当年英勇救我的年轻男人浦动物。原来他是侦调查的孙子。当年因为担心他跛脚的爷爷只身一人前往偏僻的霄云大酒店，于是偷偷的跟着来保护爷爷的。我不忍心告诉浦动物真相，就说当天晚上调查案件是意外，遇到了野兽袭击。醒来后，我最关键的是2件事：第一，我从侦调查的手机里发现是小珍造成的火灾，导致好妹妹之死，所以我拜托百变大侦探帮我调查小珍是谁。但我并不恨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放火一定有自己的原因。第二，我还挂念着多年不见的那4个孩子。10年过去了，当时我希望他们能子承父业，留在霄云大酒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话。出院后，我偷偷打听了他们的下落，果然除了叛逆的小张以外，剩下的3个小何、小白、小刘都乖乖的在酒店上着班。他们以为自己的爸爸10年前坠楼而死，如今已经走出了丧父之痛，过上了快乐安稳的人生。而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80岁的跛脚老人，离死不过是1个月以内的事儿了。如果我出现在他们面前说出真相，除了给他们添麻烦，还能怎么样？但是，作为父亲，我还是无比的希望能够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和儿子们多相处，陪他们过个节。于是，2009年12月23日，我以想去度假为由，要浦动物陪我一起去了霄云大酒店。多年不见的那4个孩子承父业，留在霄云大饭。每个孩子都是爸爸最爱的。这个口语好像是爸爸的口语。哎，你怎么可以穿这个蓝裤子配红袜子呢？感觉非常的了解我。我是霄云大酒店的何经理。爷爷昏迷了9年，前几天刚刚醒过来。这9年当中，你们变成什么样的人，爷爷完全不知道。他不可能在昨天下午刚到酒店，对你们所有人就了如指掌。那这个卡片的口吻，特别像家长在对我们说一些道理的感觉。就是昨天，就是昏迷9年，你们以为你们照顾的是你的爷爷，其实你照顾的是我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你曾经英勇救出过一个谁是吗？就说当天晚上调查案件时，你意外遭到野兽袭击这件事，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看到的。为什么我们的爸爸会是你的爷爷呢？我们的爸爸会是你的爷爷呢？
原来他是真调查的孙子，跛脚的爷爷，我不忍心告诉浦东武真相。说明这里面有什么灵魂互换。我知道了，只有我们的父亲才知道自己的眼睛怕光，怕光。真调查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火灾的那一天看到的真调查往下跑的时候，特意的回来拿手电筒晃一下，去晃一下，看上去是我们父亲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父亲在真调查的身体里面去晃，在好爸爸的身体里面的真调查的灵魂，因为他知道这样晃的话，这个人就会受不了。解释得通。那天摔下来死掉的是好爸爸的身体和，但是和真调查的你爷爷的灵魂。灵魂互换，我的所有财产都将留给何经理。那封遗书会不会就是甄霄云写的？他想换到何的身体里？他早有预谋，想换到你的身体里面。有可能。现在已经有灵魂互换这个事儿了，而且我们面临着只有2个人有记忆，这2个人应该还是原来身份，我们剩下那些失去记忆的人还是我们自己吗？我觉得这个灵魂互换不是可以随时进行的，对，可能我们必须要去看有没有这么一个2楼有什么样的机关，我们应该可以去2楼看一下。他也更有可能啊，他就躲在这里。嗯，这是线索。来，看有没有监控卡。开机在哪里看？此处可把卡摁出来，有卡。1楼有个电脑。走吧。我们现在去1楼看吧。先看监控。好，传进去，来。监控。请保留一帧。白胖的孩子。是小孩。12月25。咱们在审讯室是几点啊？我就说我们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就是如果他抱着这孩子，说明他继承的是谁的记忆呢？他抱孩子继承应该是要不就是我，要不就是张的记忆。对。哎，你们包里有什么东西啊？可能下午1点35，我靠，那里有一个纸条。晕倒了以后的事儿吗？一觉醒来已经14点05，我记得我刚刚昏昏沉沉的看到了震惊的一幕，但怎么会在会客厅醒来呢？这也太诡异了，我得回房去找师傅。那你就是飒飒，是飒飒。啊？我真的有了这样的外形吗？你刚才那个眼神真的很猥琐，你真的很猥琐。别换了，你就住那儿吧啊！哎，你们各自搜搜看，我看你们包里有什么东西啊？我身上没有。啊！他钱包是什么？谁？一家3口的照片。啊！现在是2009年12月25日14点25分，我是张水手。现在要记录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就记得刚刚有点晕，就在房间睡着了，但怎么会从1楼会客厅沙发那边醒来？所以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我又睡着了。如果你是张水手的话，那你应该是在张水手的107的房间醒来，但是你最后还是和普在那个房间醒来的。小普，侦探，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睡了？他说我回到自己房间把这事，所以你这个你写下这段话，我应该是在107写的。对，写完之后我们又一次的晕倒，有人把我们换了。说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这每一次的灵魂互换，它都需要有个仪式感的东西。对，要么是有机器，
要么是有什么方式。我觉得能换的这个点就应该在2楼被烧掉的那个空间。走吧，我觉得要去看一下那个它的方式是什么。哇，好恐怖啊！这个很恐怖，这个要拿手电了。Holy！ 别闹了，萨萨。我去开下灯。有人死了一个人，就刚才冲进来说他是甄笑云的那个人，被一把断的一个不锈钢的钢条，他是被插死的。这是什么？这是原来的应该是办公室，可以拔出来吗？对，不，这是像是那种防盗。这是哪儿有这个东西？哪有这东西？对，应该是窗户上的防盗栏之类的东西吧。这个就是刚刚你们碰见的那个人，对吗？这里有设备，朋友们，这里有设备，有设备，灵魂交换的设备。天哪！这里有设备。我们只相处了15年，人类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每个人的身体就像一副枷锁，它把人牢牢钉死在了有限的生命里。但是这个枷锁真的牢不可破吗？它像永生，续命呢，这边对，永生。珍珠，我是甄霄云。至于为什么，相信你懂的。我已经把他关在2楼，火在废墟里了。没想到他在负1楼修建了密道，目的是在员工面前隐藏行踪以及自己肮脏的秘密。今天宵禁之后，你把订单上的实验设备和材料搬到霄云大酒店2楼，把那个空间收拾干净，做成我的秘密手术室，并且把2楼小楼梯通道焊死。我不想被任何人听到声响。好的，老师。好珍珠。珍珠是谁？好珍珠，哪有好珍珠的照片啊？这个是好珍珠。一家3口的照片。她是你的太太。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失忆了。我记得好像当时《酒店惊魂》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他做的这个手术。一家3口的照片，他真的是萨老师家的。他是萨老师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突然就离家出走了，然后我的父亲寻找了她很久，没有消息。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负责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叫郝珍珠。珍珠是发明长生不老的人。他的先生就是你。你叫萨动物，你的孩子叫萨寿仪。你又演了你爸。我现在完全是乱的，对不起。好，实在对不起。这个是假科学发给好珍珠的珍珠，你看有 LHJH 欲望，有灵魂交换欲望的富豪我都联系过了，但因为没有成功的例子，富豪们要么不信我，要么不敢尝试。甄霄云是我最后的希望了，老师，请你加油！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也未尝不可。然后这个时间99年12月23日，于是他们用了非常手段。然后发送里边应该有一个早期的。
99年对他尊敬的捏缝抽人，这是发给甄霄云的，尊敬的霄云大酒店老板甄霄云先生，您是否可以抽一点点时间见我一面，听我阐述一下我的项目呢？这就是在他跟郝珍珠发过信息说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的第2天，这是我动手的那天。然后这是连着4、5条都是说甄霄云，我们见一见吧。这个18年的9月28日，这是郝珍珠发给贾克士老师，我听说霄云大酒店有8爪兔出没，要注意安全。放心吧，我已经摸清了8爪兔的活动轨迹，还利用它解决了那些交换下来的老弱病残的身体，用它就是富豪的身体换到年轻力壮的身体以后，把他过去的身体用然后被8爪兔给吃掉口了啊。好，然后呢，在今年的12月18日。郝珍珠发给贾克学说，抱歉老师，给玫瑰酒店准备的灵魂交换3.0设备头盔编号66666丢了，我会抓紧重新制作一台的，抓紧吧，玫瑰酒店的开张要尽快推进，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这周我打算找个人交换了，我会录制好自杀视频善后，等交换完后我再跟你联系。他就是想换他，他自己写了一封那个草稿。对，等到时候演完之后，然后换到你的身体。对。然后把财产也留给你。所以说那个人其实一直是假科学。就是这个人是真，就现在这个。这个人是真老板，真老板。之前我们见到的那个老板其实一直是假科学，对，假科学，对。这就是解释完，其实就是之前确实伤害你们的那个人是真老板，但是他被换完之后，所以说假科学其实没有碰过你们了，所以说密道这些事情其实也就没有再用过。好妹妹就住在他的会客厅里，他居然9年的时间里，他一次没有用过密道。然后这个是关于那个之前的手术记录啊。这个说明我们的爸爸是为什么是被列为了真调查的条件，就是真调查跟这个真正的是假科学，他跟甄霄云谈那个条件就是要一个年轻力壮的身体。然后所以他已经手术真调查知道了这件事。对，然后假科学的记录是差点出意外，没想到刚交换完真调查就在好爸爸的体内摔死了。还好我把变成真调查的好爸爸及时打晕了，对，到山里喂兔，差点被他跑了。就是喂兔是灭口灭掉那些，但他以为他被兔子吃了，但是被袭击完之后昏迷了9年而已，被你救了。但你一直以为那是爷爷，实际上你救的是好爸爸，救的是好爸爸。这是为了不让假科学的身体跑出来。但是那他今天又怎么跑出来的？哎，编号66666的头盔去到哪儿了？还有他丢了一个头盔。对呀，是去到哪儿了？被谁用了？来，大家继续找证据。这里有个门。哦。可以下到 B1。就是 B1有一个楼梯写着此区域不通。就是刚才，哎呦，对吧？我的天哪，有铁门，而且好像还过不去。这里已经被封住了，我们去找钥匙吧。对，是要找钥匙。所以我觉得，而且你们看墙上有很多手印儿，这是挠的呗。对。就是他能不能换个人操纵这个事儿，一定得在。是不是要找说明书？我觉得这个屋子肯定有蹊跷，开这个小门，把那个门就把那个门板往里推，很有可能它是个侧啊！这是他的办公室。这哪家公司弄的？我们家以后装修去找他们设计一下。这边还有遥控器。朋友们，最好玩的东西来了，灵魂交换检测仪，打开之后指向任何一个人，被交换过的亮绿灯，没被交换过的亮红灯。
所以说这又来确定，我觉得大概率是我们所有人身体灵魂已经乱完了。我怕这个是测智商的，这个来是吧？来吧，要站到上面去，来站到那个。来吗？来。这来，我喜欢这个。灵魂交换检测仪，啊，它在闪了，它在闪了。好高级啊！他交换了，我交换了，这不是白了，他就是我嘛，他就是他，你就是他。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我来。哎，好玩啊，好玩。你肯定也交换过了，因为你的赛已经到他那儿了。你的表情一看就是白。交换了。对了，再换一个。来，我来。我身体里什么纸条都没有，我觉得我大概率没被换过。太一口气。我觉得很好玩哎。还有这种音效。你也交换了。啊，有可能。那你是谁啊？对啊，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没有交换过？他肯定换了，不一定。太交换了！小普去。小普肯定有。难道我是最特别的那个吗？不至于吧？有这种待遇吗？你可能是你爷爷现在。我觉得小普没有换。换了真调查。啊！全都换了。这样，你俩也上去试试。你上去，我测一下，好好玩。你们俩真好好玩。必须都试一下。如果要是侦探都有嫌疑，那怎么玩今天这个？让我们看一个红好不好？哎，没换过。那我也没有换过了。你来试一下，来，朋友们，我再到这边来再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我也觉得这个好好玩啊！我看见这个我人都傻了，我电脑太……圆盘监控来了。白在追一个白衣男子，我后面跟着4个人，按顺序分别是刘、张、萨、普。这是刚才的那个监控，从那个投票室里出来。就所以说我们在追的其实就是假科学的身体和甄老板的灵魂。白在最前面。他应该有说明书，我觉得在这里。说明书这有了，这是说明书。1.0，这还真有。性能不稳定，一次性的产品，使用一次就报废。还好我成功的与甄霄云交换了。好。2.0，2000年初在甄霄云酒店制作完成，但最大的限制是每个身体、每个灵魂都只能进行一次交换，不能满足富豪们不断更换身体的需求。现在我们3.0，这是3.0，便携式头盔设计，便携式的，2个人一戴，为玫瑰酒店准备，突破上一版本的次数限制，但仍有 bug，2个互换的身体为一组，每组身体只能交换1次。每个灵魂交换到第3次会导致灵魂失忆。我谁？失忆了。你们是谁啊？你们是谁啊？你谁啊？这是接咱们那个。我到第3次的时候会导致失忆，但问题是你们现在都失忆了，就意味着你们已经被交换了第3次了。在他房间里那2个设备好像还是2.0，这个还是2.0。我们现在应该找一个便携式头盔，不一定，遗失那年性的可能就跑到那个甄霄云手里了。就是最后一组，你想有4个人在追他，他不可能把4个人全制服，然后一个一个摁到椅子上，他一定要想办法，他一换，然后他换到，比方说他第一下先换到白身上，然后我们后面3个人还以为他是白，他啪就把第2个章给阴了，阴完之后再咔咔咔一弄，所有人都失忆了。我们按刚才那个顺序，我们来排一下啊。跑在第1个的是白，然后白、刘、张、萨、普。白的手上拿了什么呢？哦，拿了一个那个矛，白拿的矛。
不至于杀呀，至于要杀他呢？我们追他没有杀他动机啊。对呀，那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是他了。对。对。我觉得大概率的逻辑可能是，其实上一案的时候，白的身体里边可能是那个坏人，好妹妹是白杀了的。杀完之后呢，白在杀完人之后，突然发现科学跑出来了，白就立刻拿着矛去把那科学给，就把那个想去杀他，已经杀掉了。杀掉完之后，他拿头盔现在变走了。然后我们就不确定这一案的嫌疑人到底是谁，但只是告诉大家，可能上一案的犯人确实是他。杀掉了之后，那个人什么时候冲到我们的会议室去喊的呢？就是冲到我们会议室喊完之后，白立刻我大爷就拿着刀去把他给干掉，干掉完之后换身体。还有2个头盔，我们现在没看到呢。这里已经被封住了。B1有一个楼梯写着此区域不通，楼下有一个楼梯，我们走去负1楼看一下。这儿吗？不是这儿，不是。手电筒你带了吗？你说这儿吗？这个楼梯，我们上去看一眼。哇！你们谁都不会相信这上面是什么？是什么？是个洗手间。真的假的？真的。朋友们，开始干活吧！来，大家继续找证据。这什么地方？七了八怪的。打不开。我发现这有个密道。发现了，朋友们，这儿。当当，这里有个密道。哎，真的，这里有个密道，但是打不开。这个好像跟了上个，这应该会跟那个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有蹊跷。哦，啊！我们摁对了一个。哇，好冷啊，这个里头。通向那个堆满杂物的那个楼梯吧？不是，全是黑灰耶。不用手电，这里很亮。对，这样就通向。对，这就通到那边那个了。哎，这个是刚才那个。对。哎，头盔在这儿，是吧？这有一个头盔，找到了啊，头盔。2个，有2个吧？是6666吗？交换者和被交换者必须坐稳并戴好头盔，交换时间为5分钟。6666666是3代，丢失那个就是一组，它应该是一组，2个编号一起。对，它是一套。地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那个单子，就是那个，还有一个照片。这上面写的意思就是，这是妹妹的家。这是壁炉吗？对。没有，稍等，这上面有非常完整的记录，是今天到底换过几次？今天2点半的时候换过一次，就是这个。你收好，这个千万不能乱，我们可以找去。哎，这还有个笔记本电脑，太好了，好，行了，我们找到之后拿出去弄。这一期真的，这个不用上去了，这上去就是那个史册了，这一期。这个上去就是实验室了。我觉得特别简单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把我排除了。为什么？这个太小了，我头塞不进去。喜欢这个推理，但不接受这个结果。走，齐了吧？好，小心头啊，大家，小心头。
张纸。好，有了。好，你现在每个人身上都贴了一写自己的，自己也可以了。哎，不对，但他写给自己的话，应该看完这个，就可以。对，这个所以你看他会凹这个。 讨论。哎呀，现在有点意思了。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谁也不是谁。你俩是你俩，我俩是我俩。啊，刚才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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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了红灯的只有我俩，耶！好，我们因为刚才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找到了一些证据。 而这个证据呢，刚才并不是每一位玩家都看到的很仔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几个特别重要的资讯点，大家一定注意。这个电脑是好妹妹在失物招领的地方偷来的别人遗落的电脑。电脑里面呢有2个信息，一个呢就是假科学。 就是做这一整套灵魂交换的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些生平介绍，讲的呢就是他呢其实是因为父母在他15岁的时候，因为生物研究英年早逝，所以呢他投身此道，苦研25年后获得进展。但是灵魂交换被认为是一项不被允许、注定失败的研究，全社会强烈谴责并反对这类的生物实验，假科学因此被科学界除名，从此就销声匿迹。同时还有一个网上诊治的。 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是说，你好，根据你的自述，我判断你应该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导致你得了手无缚鸡之力症，终身无法提重物，需要避免任何激烈的运动，保持静养。从这2个信息，我们能判断，第一，他知道了假科学在做灵魂交换这件事情；第二呢，他手无缚鸡之力。 所以其实是蛮容易，或者是有可能会被伤害的这么一个体质。然后呢，我们在监控里面看到这一帧画面，这是白白抱着娃娃往里走拍到的这个。这个重要的呢是这个时间是1点35，这个就证明在这个时间点被换过的人，他以白白的身体，但以为他自己是刘或者是张的灵魂。 所以他下意识地抱着娃娃啊，这是这个时间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下目前所知的这个头盔的使用方式。便携式头盔设计，每2个互换的身体为一组，只能交换1次，不能再换回来，不能再换回来。最重要的是，每个灵魂交换到第3次就会导致灵魂失忆。 这就意味着你们5位都已经被换过3次了，因为你们全都不记得了。为什么说连凶手也不记得呢？因为凶手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纸条，刚才大白在那里发现的。这个纸条上面写的，这是你在失忆前写给自己的，醒来之后一定要照做。你在每个人身上都贴了 A B C D E F 的标签和房间号。 然后按照安排把余下的步骤做完，你一定要把大家送去自己身上对应的房间号。之后按照我图里画的那样，把这个你醒来的空间包装成一个隐秘的秘密空间，再也不要让人发现。然后把这个纸条烧毁，你也回到你自己身上写的房间去，一切将重新开始。这就意味着你们坐在中间的人，其实有人知道自己已经是凶手了。 然后呢，这张纸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白白身上发现的，就是我要去找我的师傅商量商量，对不对？好，这个你自己收好。让我再照照镜子。然后呢，这里有一张纸，最关键的线索，这是这个是所有的9次，或者是目前我们知道的9次灵魂交换的顺序和编号，我们一一对应，如果能够查出谁是谁。 就可以了，但是重点是中间有1次缺损。
首先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躺在那儿死掉的好妹妹，是不是她自己的灵魂？还有就是为什么白白在贾科学的脸，甄霄云的灵魂冲进我们的会议室的时候，他的反应会那么大？有一个人冲进来说看不清脸，也辨别不清的时候，他说啊，我是甄霄云。他那个反应会特别快，他一下就第一个人冲出去，而且拿着中气。这个人对我来讲是一个一提起就会完全浑身不知所措的人，但是白白不至于，因为这个人。还有就是，请各位注意，这个时候是伴随着甄霄云的灵魂、贾科学的身体冲进房间之前，想起了什么？歌声。那首歌。对。所以这个对于好妹妹来讲和蓉来讲都是最痛苦的童年记忆。所以白的崩溃就意味着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妹妹了。我为什么可以确认这件事情？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散散，你记得这张纸吗？这是在妹妹的空间里面发现的。这么多个夜晚，还是能听到你唱的小兔子乖乖。今天我终于杀了你这个恶魔，也可以抹掉这段过去，重启人生。这指的就是白拿着那个尖的矛，当着你们所有人面扎死了甄霄云的灵魂，贾科学的肉身。这就是他的这一段的救赎。他以白的身体，但是其实是好妹妹的灵魂杀掉了这个人。也就是说，真正的白的灵魂死在了大堂里面。那我去哪儿了？我想先说一点，就是我99年的时候，我放火之前，其实我是知道他晚上是会在这儿的，是会在2楼的那个地方，我一直在等。但是呢，我确实是听到有脚步声，有声音过来，我以为是他来了，我就放的火。但是按照现在来讲，他没死。包括后来我们在一个电脑里面看见的那个记录，就是邮件。邮件是那个贾科学一直在求甄霄云。其实也就是说，我想杀他的时候，他没有在那儿，我以为是他，但不是，他们在这儿会面，并且交换了灵魂，对，交换了灵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妹妹也好，我也好，我跑了，没有人来追我了，因为并没有人知道这个过往。那个时候，甄霄云已经被关起来了。所以他被关在2楼，我们一直在听到的那个小白兔，就是他在唱。对呀，就是他在唱，就是甄霄云的灵魂在唱。甄霄云的灵魂，贾科学的身子。对。今天的早上发生的事情呢，其实是好妹妹的身体追着小白去杀之前，应该是已经互换灵魂了。一个白衣女子反手持刀在追杀一个手上有荧光的人。就是好妹妹拿着刀追杀，但那个身体里其实是白。我们可以看，这里有时间，2点半。谁换谁 ？A 换 B。所以说 A 这个时候是妹妹 ，B 是白，A 换 B。凌晨2点半是白出门的时间。我是2点半的时候去办了一些私事。我们就直接用汉字来表达吧，要不然 B 和 A 我们实在分不清。没有，因为它这个上面写的是 A B C D。我在这儿写个白，好不好？我在这儿写个白，在这儿写个妹。好，但这个白和妹是肉还是灵 ？B 代表的是肉身 ，OK。撇儿代表的是灵魂 ，OK， 好，好吗？好的，这样可以哈。OK， 这样很容易。2点半的时候已经换成妹妹是用的白的灵魂和妹妹的肉身，就是白衣去找妹妹，
就被妹妹交换了灵魂，然后呢，白就恼羞成怒，然后就想要去那个杀，但是因为他长期不运动，又一直不见光，所以他手无缚鸡之力。他虽然内心非常的勇猛，但是呢，就被妹妹他其实也没有想要杀白，在这个过程中就把他推下去了，给死了。你想一个 IQ 50、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身体智商全垮，死于所以第一案的凶手是白吗？第一案的凶手是妹妹，但是你要投身体，所以说还是投白。妹妹，我干这么多事儿，我这身体。但是妹妹，我开始互换。妹妹，我问一下，我去哪儿了？妹妹，我不是原来在你这儿吗？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找的是现在妹妹的灵魂在谁的身体里？对，我们要找的就是你们当中谁是妹妹，或者说就是这个 A 撇儿最后换到哪儿去了？对，我们就一个个推，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第二次，第二次已经到了13点30分，这一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交换灵魂的人是 C， 于是 A 撇儿到了 C 撇儿到了 B 的身体。下午1点35的时候，白抱着那孩子证明白的身体里边有过刘或张的灵魂。对。为什么？你一定要看身体。现在 C 撇他以为自己是这个人，但是他其实是白的身体，所以你跟着这一撇看他做的事情就知道了。C 撇不是刘就是张。对。我们现在到第3次，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2个人 ，D 和 E 互换了，所以这个时候 D 是 E 的灵魂 ，E 是 D 的灵魂。这一次只是单纯是为了来一次洗他们的记忆，没问题。再往下啊，就比较精彩了。14点 ，D 跟 B 交换了。所以 D 现在里面是 C 的灵魂，而 B 白的里面是 E 的灵魂。OK， 没问题。对。白的纸条。纸条有时间。14点05。我要去我师傅的房间。对了。所以 E 已知是飒飒。哇，这个推理真的没问题。好，下面到了14点20，这一次呢是 E 和 F 交换了，多了一个新的 F， 出了一个 F， 所以 E 现在变成了 F 的灵魂，而 D 的灵魂现在到了 F 身上。哎，飒飒，你的纸条写的什么？现在是2009年12月25日14点25分，我是张水手。啊，25分。所以这个时候，飒的身上是张水手，所以 F 就是张水手。那 C 就是刘 ，D 是卜。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现在到了2点20，现在最微妙的是中间一次缺损断了。但是在断之前，至少我们把 A、B、C、D、E、F 分出来了。我们看规矩，我们再来看一下，读一下这个：每2个互换的身体为一组，不能互换了。每个灵魂交换到第3次，就会导致灵魂失忆。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就是谁出现的次数不够3次，对不对？我写的这个下面让大家看，这个是 CE， 这个是 CF， 这个是 BF， 所以大家推断，如果这样看的话，谁在这个里面出现？F 只有1次，对 ，F 差2次。这都是2个 ，A 撇是2个 ，B 撇已经死了，C 撇是2个 ，D 撇是2个 ，F 只挑了1次。我觉得要讲点美学的话，咱们先把 F 那次补上，因为别人都到2，他还是1呢。
我懂他的意思，这个里面一定是有一个 E， 所以我们一定要算肉体，就是他要把 E 的身体一定要交换一次，对吧？对。如果 E 的身体交换一次，他跟谁交换？让后面的不会多。我觉得极大概率 E 的身体其实是要跟 C 交换的，因为在消失的这一次，为什么烧掉，其实就是想把这个 A 片给搞混。那所以说，其实 A 片这个时候在 C 的身体里边，我觉得大概率是跟 C 换。他通过这次特别谨慎的换完之后，让不可能跟 C 换，因为他后面是跟 C 换的，所以他这次绝对不能跟 C 换了。首先，第一不会是 F， 为什么呢？因为 E 跟 F 刚换过，所以这次不能是 F， 也不能是 C。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现在我们已知有2个是不可能的，就是 F 跟 C。这样的话呢，其实只有2种可能了，就是 B 跟 D。我们就按这2种可能来算一下，你就列所有的，无非就多做点工作，写2次就好了，就跟我玩数独一样，前面这儿已经焊死了，不用擦了，后面擦2次就完事儿了。来，我们挪一下黑板的位置。那就这样啊，可以啊。来吧。何老师，你明白我不是很能听得懂这些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是好妹妹，现在我最想到谁的身体？对，是的呀，这个逻辑是对的呀。谁？你觉得会是谁的？你觉得是谁呢？我觉得是谁都无所谓。不，我们的身体现在都不太好了。在2009年后，他的智商测试是50分。我这3年一直失眠。我是04年就因为视力不合格，没有通过测试。目前为止，4兄弟反正都没有健全的。他之前最标准的想换的人的身体一定是谁？我告诉你，一定是白白。因为白白只是智商有问题，但身体很好。他换过去的话，他就是变成一个智商又好、身体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换外人，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对，我要换他俩。他为什么不换荣呢？荣没有交换。哎呀，荣不在这里边，对不起。我同意你说的，换我们俩。对。要不这样，给大家1分钟或几分钟自己在本上，因为在这个上面弄的话，大家会乱，好不好？拿个本来试一下。其实只有2种可能性，这个而可能性绝对不是 B 在这个，其实那唯一可能就是 CD 啊。只要换过1次就不能再换。对。谁拿了我的笔？开始写作业了。真的？是你吗？啊，是你吗？是我还推啥呀？但是应该是我们幸运2选1了吧？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是他自己能设计到谁的身体里，他一定会选咱俩。单从意愿上说，咱俩肯定是第一梯队，因为是外人。对，如果一定要他们里面选的话，是白要比其他人好，因为白是智力问题，而智力问题是可以通过灵魂的交换来改变的。对。所以就是咱俩第一梯队，最多加个白，白或者刘都不错。刘也是睡觉的问题，是个精神的状态的问题。哦，体尿。对。换了灵魂以后也没问题。
就只有这3种可能了 ：BE、CD、DF。我们就按这3种走一趟，对呀，看看怎么能完全这个。好，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就在这个空间开始写 BE， 对吧 ？CE、CF、BF， 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 CD， 对吧？第3个可能 DF。好，现在已知 BE 是1撇到了 E。F 撇到了 B， 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现在 B 跟这什么？不，这个不行，因为这样的话 D 不够 ，D 的数量不够 ，C 是不够的，就是 C 的灵魂不够，因为 D 的是 C 灵魂，这个肯定不行，一定有 D。这2个肯定能成一个。好，我们来试，往哪走啊？我们走一遍就 OK 了。D 是 A 撇 ，C 是 C 撇，然后现在又 C 撇又换到了 E 这儿 ，E 呢是 F 撇，到这儿了，对吧？接下来呢 ，C 跟 F 又换了一次，对 ，F 撇又到 F 自己身上了 ，D 撇又到 C， 然后现在到了 B 这儿就是 E 到了 F 这儿，然后 F 撇到了 B 这儿。那这个够了，这个可以，这成立啊？哪个成立了？走哪个？一个一个看 ，C 够了 ，D 够了 ，E 够不够 ？E 3够，1、2、3够了 ，F 够。所以呢，这个就得出了 A 停在了小普身上。下面我们再来算 DF 这个啊 ，DF 这个首先这个肯定能成。这个不至于不能成吧？会最后算出来又是停在小普身上吗？就2种可能性都在你身上。我们别慌啊，我们先把这个算完。D 的灵魂到了就是 C 和 D， 然后这个 C 就是 F，A 交换了，然后又到了 CF， 于是 F 到了这儿，然后 F 现在是 C 又到了这儿，然后这个再到 B 现在是 E， 对吧？对。好，这样我们数够不够？哎，这个好像正好都是3次，这正好3次。好，所以呢，现在这2个是肯定可行的，这2个推出一个 A 是小普，一个 A 是萨萨。好，那 OK， 朋友们，我们推出来了，就这2种可能。小普，捕鱼，你已经不是你了，你也不是你了。哎，那如果这么推出来的时候，如果最后是停在小普这儿的话，我是在哪儿？普是凶手的话，你是在张身上。小普，小普，我的灵魂在你身上。小普。白白呢？白白是谁？白白是白的灵魂，是白没灵魂。哎呀，真正的白的灵魂死在了大堂里面。白没灵魂，白灵魂早。白的身体里边是张。啊，算了，我本来想看看我喜欢的身体里面到底是谁。张你不能接受是吗？是个渣男嘛。哦，还好了，他悔过了。但是很不幸的告诉你，不管这2个怎么走，白的身体里都是张。都是张哈。对。跟大家再稍微梳理一下，我们中间唯一缺的呢，就是2点半的这一块。根据组合的可能性，其实只有3种可能性，一个是 BE， 一个是 CD， 一个是 DF。然后因为 BE 呢会导致有人的更换灵魂的次数不够，会不失忆，所以呢我们就取消了这个。于是呢我们就根据 CD 和 DF 的这2个方案进行了推演。推演完了之后，2者果然都满足所有人经过了3次或3次以上的灵魂互换。
从小普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在2点半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忆了。完了之后呢，3点的这一次交换，3点10分和3点20的这3组交换，都是小普根据这张纸条完成的。从萨萨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在3点之后这一段时间完成了第3次灵魂交换，所以后面他的这2组是根据这个纸条来指示的。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个灵魂交换，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要找的就是 A 撇的这个灵魂，就是妹妹的灵魂，她从白白身上换到了刘身上，从刘的身上换到了普身上，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白白身上换到了刘身上，从刘身上最后换到了萨萨身上。另外还有就是他这样处心积虑换来换去，除了失忆之外，他应该还是希望自己把自己的灵魂换到一个他想去的身体身上。如果换到萨萨是怎么回事？换到萨萨身上，就是他将要去和一个操持着整个灵魂交换的人去做夫妻，因为你太太就是郝珍珠。这个有风险，因为你的太太深谙此道。他在清醒的时候会规避掉所有风险，对，去你身上很大风险。对，好妹妹应该是知道的。何老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你看前面的所有的每次交换其实都是10分钟一交换，但唯独在烧毁的这一次，烧毁这次2点半，他接下来这次交换是3点钟，中间隔了半个小时。为什么隔了这半小时？我更倾向于这一次交换过程中 ，A 的灵魂失忆了，凶手失忆了，他需要想起这东西，并且处理啊、烧一烧什么的。那所以说，按这个走的话，就是小普。这次确实隔得比较久，这次确实隔得比较久，逻辑上来讲确实是合理的。对，这个可以纳入大家投票时候的一个选择。小普和萨萨都辩点一下吧，好不好？好的。或者你帮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觉得妹妹的灵魂不太看得上我这种身体，因为我也40多了。小普多大？20多？26。你看，妹妹要选不会选40多的身体，因为很快她又要再换，很累。40多，很快就要再换了吗？对呀。你这样讲，我真的很伤感。所以你看，你连换他都不换。首先，我们是不是认为只有这2种可能性了？是，对吧？如果我是妹妹的话，我会选择换在她的生命里。为什么？因为小普救过他爸爸的灵魂，因为他救过他爷爷，那时候的爷爷是他的爸爸。如果说我选择萨的话，普还是普，他还可以做他自己。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看妹妹是不是在这个计划当中还留有一丝善意和感恩的心。我觉得如果按你们往后推这个逻辑的话，我觉得那如果我是妹妹的话，我让她可以失忆，但是我觉得她还留在她自己的躯体里面，我选择一个另一个无关的。我一直觉得，如果妹妹是一个逻辑高手，她不是随机的去换，对，她是设计好了自己想去的那个人，然后她倒推设计出来整个顺序。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妹妹想成为谁，所以最后推出来一定是我俩中的某一个。对，因为要离开，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抹掉过去，重启人生，这是妹妹照片上最后一句话。投吧。好，我们投票了。好了，我来投票了。今天这个案件就是有5个人，他们呢，每2个人出现在一起的组合只能出现在1次，然后每个人呢都必须出现在3次以上的组合，所以我们导出来的好妹妹的灵魂呢，最后一个是落在小普的身上，一个是落在萨萨的身上，所以呢现在就是2选1。妹妹并不是随机让这件事发生的，她一定是想要自己后面的人生开启在一个她自己觉得比较对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其实是《玫瑰酒店》的前传。那我们知道萨的太太，郝珍珠，她其实是一个跟贾克学一起研究灵魂交换的一个科研人员，很有可能会拆穿这一切。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小普的角度来讲，家庭比较简单，而且他的爷爷也离开了，那么小普也是2个能够把好妹妹带离霄云大酒店的之一，所以呢，我今天要投给的是浦动物。就是你啦！其实最后还是一个5-5开的结果，就看你站在谁的逻辑上了。但按照我的逻辑来说，如果妹妹知道普曾经救过爷爷，而爷爷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的话，那她一定会保留普的原有灵魂在她自己的身躯里。所以，这个关键的点就在于妹妹知不知道爷爷就是自己的好爸爸。我还是愿意相信妹妹是知道的，因为妹妹到最后还是一个善良的，因为她是爱自己的爸爸。而且就对萨的情绪来说呢，反正就这服务态度，我就投你了，管他对不对呢。这个结果是通过计算，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一点一点最后推出来的结果。只有这2种可能性，要么是我，要么是普。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凶手应该记得自己是凶手，因为他有一个烧纸条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就非常好判断了。我是完全没有这个记忆的，本来还等着跟小普一块儿今天再度封神，结果没想到，哎呀，我只能靠他来封神了。哇！当然这个不影响我对你的评价啊，老波，因为你身体里住的是另外一个人。回到整个计划的制定者好妹妹身上，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还是存在一丝善意的，因为她知道我当年救过她的爸爸，所以她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还抱有一丝善意，而且不记得烧纸之后的计划。所以当最后选项落在我跟萨东武2选1的时候，我能确信是他。他们的各种排列、各种数学的逻辑，其实，我听的是比较晕的。但是确实把自己当成好妹妹的话，我会一直问我自己，我最想成为谁，然后再反推整个过程。所以 A 了。其实我们4个哥哥也都是不称职的哥哥。那好妹妹在当年8岁的时候，她经历的那一切，她是很具象的表现在她自己的情感和行动上的。而我们作为自以为深爱她的哥哥们，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我们还以我们自以为是的爱去爱着她。我觉得这也是酿成今天现在结果的最关键的原因。大家都是不幸福的。哥哥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真的是为自己的妹妹感到非常的遗憾吧。就经历了这样的一生，最后大家失去的记忆，可能也是一种好的结果。世风日下。有一种吉祥的预感，妹妹你大胆地往笼子里走啊！我跟你讲，不管最后是谁，首先这个住在我们身体中的这个妹妹，我只想对你说，生活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不一定非要用这样的方式。
今天晚上，当我们结束以后，终于可以走出这个酒店。我希望自己能学会怎么去爱，无论是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表达清楚自己的爱，不要把爱变成别人的负担。其实妹妹给过我们机会，在她小的时候，她用很多隐晦的方式去求助，我们没有读懂。我们也想，另外一点呢，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教育和一些预警其实真的不够。问题是成年人的世界。对，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成年人，然后呢，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孩子，我们要保护那么多可爱的孩子，所以呢，也希望这一期节目除了有烧脑，除了有惊悚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后面的一些安全提示吧。对，让每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平安的一个童年。来吧，宣布结果。在《明星大侦探》第6季第1案夜半酒店下中，究竟谁是杀死好妹妹身体以及假科学身体的凶手？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杀死好妹妹身体的凶手。杀死好妹妹身体的凶手是。这个咱俩一块儿。对。携手。白门童的身体。白门童的身体。对 ，yes。封神。封神，我天！哎，一票没错吗？你们俩能？你们俩真的是。请送上金条。谢谢啊，来。太厉害了。白门童的身体获得2票，请把白门童关进笼子。我为什么要进笼子呀？不是我干的呀，我是张啊。你的肉体进笼子。无力呀，捧着我成。我觉得这个案子里最惨的是白，灵魂没了。就他再想换回来都换不回来了。接下来，公开杀死假科学身体的凶手。杀死假科学身体的凶手是好妹妹。好妹妹的灵魂究竟在谁的身体里？首先恭喜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他们是你肯定不是0票，回来。何经理的身体，刘经理的身体。张水手的身体，荣门童的身体，白门童的身体。恭喜5位的身体，嫌疑解除。在萨动物和蒲动物的身体中，究竟谁的票数更高？我今天是要封神了，就我一个人投对了。剥夺了你封神的机会。现在我宣布，获得4票的身体是获得4票的身体是。你啦！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各位检举，成功。
成功，成功。我是好妹妹，我是一个数学天才，我是一个逻辑天才，所以我的所有选择都是合乎逻辑的，都是合乎利益最大化的。我做的这个计划，第一目标是我要复仇，而我已经成功了。第二目标就是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要离开这个酒店，我要将我的灵魂换到那2个外人身上。萨动物妻子就是好珍珠。那么好珍珠一定会发现这个事情，所以我的选择就很明显，我选择了浮动物。我觉得我不缺爱，但是我仍然是一个被爱毁掉了的人。我的哥哥们爱我，父亲爱我，但是他们给我的爱没有让我得到救赎，只是在不断的让我被伤害。也许重新开始只是我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已经丧失了感性，所以我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可以被预测的。希望我还有被拯救的机会。3票呢？为什么有3票？怎么还有3票呢？我也不知道哪个。荣为什么投给萨？为什么投给我？我是一个女生，因为普现在不是普，她是好妹妹，她是一个同样跟小珍有过同样经历的女生。他在告别自己的这个人生之前，他说希望结束这个噩梦，抹掉一切，重启人生。我希望他如愿，投给萨动物。其实我特别想，我想抱抱她，因为她不是普动物，她是好妹妹。姐姐，咱一起去买包去。买包？为什么并不舒服？这段不感人，也不舒服。这样的妹妹，不要也罢。因为我自己带着小珍的整个经历过了一圈，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女生们，不管是多小的再到多大的，都保护好自己，包括男生。对，在这种侵害里面，女生和男生是一样的。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当然，主要是大人要教他们，孩子自己是没办法学会的。所以问题是成年人的世界，大人一定要做到。妹妹之所以会从身边开始走入歧途，就是对在孩童时期对没有得到这种阴影。对。白白，你为什么投给萨呀？因为我智商只有50。现在是我的躯体是50啊，你灵魂高级有什么用呢？白白说，导演没喊咔，我就要演下去。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普动物房间手表中的闹铃提醒，每次闹铃时间均为灵魂交换时间。请送上金条。谢谢。谢谢。萨萨今天又得了2分。耶！封神，封了2期神。哇！大满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更感谢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Time 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PPO Reno 5，谢谢。
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感谢美食搭档探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理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2部的百变大侦探 APP 的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脖子不舒服用 SKG 颈椎按摩仪。感谢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科学减脂上瘦吧，侦破肥胖就靠它。感谢瘦吧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星大侦探大白吧，真相，下期见。我灵魂没了，智商也没了。我投萨萨，我票还投错。我有理由，你投他是为什么？我智商有问题啊！我刚都说了多少遍了？我觉得今天这些案件整个下来，还是围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交流跟沟通。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对方的友善的或者是爱意的一些表达，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对对方来讲，对接受者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是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你的这份关系和爱意。如果你爱一个人，其实你需要做更多的是跟他的沟通，去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去传递你的爱。不应该把自己个人的喜好强加在他身上，就是我就喜欢看他穿裙子，我就指着给他买裙子，本身就有一点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之上，把自己的喜好作为宠爱强加给一个妹妹是不对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仍然还是问题出在成年人的世界，就你不能责怪孩子不会保护自己。首先第一要让这样的人不敢去动这种念头，或者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行为。第二是家长如何从小给孩子培养和树立这种防范意识，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危险，从小就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危险。家长要去仔细的去思考孩子的每一个诉求或者他的不愉快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更注意在什么学习啊，什么养成良好习惯。其实孩子本身在情绪和在情感上的变化，一点一滴的变化，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需要去注意。对于整个家庭子女的性教育的这个普及，还是一个父母和监护人该有的一个责任。其实我觉得，作为孩子方面的话，其实首先第一要学会分辨是非。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真的是要勇敢地保护自己，而不是说一味的隐忍，或者甚至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一旦受到不法的侵害，哪怕可能是程度很轻的，要学会跟家长沟通。我希望如果有同样的孩子遭受同样的欺负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首先要学会拒绝，不要自己憋在心里，不要自己去试图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家一同力量解决，总比自己一个人困在那个困境里面要好了很多。所以要去跟家长沟通，因为他们会给你最专业、最安全、最好的建议去保护自己。哪怕是去寻求一些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都好，因为你们要相信，错的不是你们。随着这种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应该说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检察院这2年开始统计全国的数据，2017年全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4.76万件，到2018年超过5万件，就是5.07万件，到2019年达到了6万多件，也就是2019年比2018年多了将近1/4。但是我们说，这个数据依然是一个保守的数据，还有很多孩子受到犯罪侵害、违法伤害的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的视野，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伤害还是一个严峻的局面，希望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第一个方面，孩子身上假如出现了伤，
不论医生也好，还是教师也好，还是父母也好，要了解背后的情况。第二，孩子精神恍惚、情绪反常，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说，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三个，孩子学习成绩本来原来很正常，突然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开始无故的逃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要高度关注背后出现了什么的问题。第四，孩子可能明确提出来了，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当孩子提出了的时候，我们社会包括父母、老师，包括司法机关要高度关注。第五，孩子说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看似在咨询别人的事儿，但其实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事儿。这种情况下，不要漫不经心。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当了解到孩子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性侵以后，应该怎么办？第一点，不要愤怒，不要打骂孩子。父母第一个要想的是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第二，保存证据，包括你比如现场的一些手纹呐，一些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说被害人的一些体液呀、一些毛发呀，那么一些这个鞋印呢，这些现场的证据一定要保留。第三，一定要及时报警，报警越早，警察侦查越早，这个案子越容易侦破，证据越充分。第四，要保护被害人。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意识，就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被害人，我们要尊重和保护他。那么从父母的角度来说，要保护他的隐私，要保护他的名誉，要对他进行安慰，要尊重，要保障。第五，如果必要，申请法律援助。这个时候呢，申请法律援助，有律师去帮助他，来向司法机关反映也好啊，与这个办案机关进行沟通也好啊，反映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益。第六，如果认为这个案子的办理的过程有问题，该立案的不立案，或者说该保护隐私的没有保护隐私，这种情况下，父母要及时向检察机关来申请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保障这样一个孩子的合法权益。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